这个男人在街上找小混混打架，他是日本职业格斗选手朝仓未来的弟弟朝仓海。他俩在街上遇到了2个外国人，两人相视一笑，决定今天就打他俩。朝仓海旁边的这个戴帽子的叫信元空，也是个格斗玩票。他说：“你愿意和我打3分钟的架吗？”2个外国人是一脸茫然的看着他，信元空怕他们看不懂，又比划了几下。这个时候啊，白帽子反应过来了，哦，原来是要和自己打架。令信元空万万没想到的是啊，这2个外国人居然爽快的答应了。于是他们就约到了朝仓未来的拳馆。回拳馆的路上，信元空还挺开心的，他说今天终于可以打外国人了。那么好，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有趣故事？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结局肯定是让你意想不到。朝仓海问2个外国人：“你们有没有练过拳？”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大家在聊天的期间，信元空已经带好了护具。信元空第一局和矮个子的外国人打2分钟1局。好，比赛开始。戴着红色头套的信元空和戴着蓝色头套的小老外，等一下那个高个子我们就叫他大老外。信元空前手拳打中，那这么看来这个小老外确实是没有练过，打起来也是非常的奇怪啊！王八拳开路，信元空加强攻势，小老外有点招架不住，毕竟信元空啊也是个练家子。信元空是越打越起劲，身后的这个大老外啊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已经绑上了这个绷带。好，2分钟时间到，信元空和小老外就这样打完了。那最后的得分肯定是信元空赢了。信元空打得很自信啊，决定下一场比赛打3分钟。好，比赛马上开始，但是又有个问题出现，大老外他不愿意戴头套。信元空让他最好戴上头套，那朝仓海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大老外坚持不戴。那么好，不戴就不戴吧，比赛开始。旁边的人起哄，让信元空下手轻一点。朝仓海居然露出了这么诡异的笑容。好，3分钟比赛开始。看起来大老外的这个动作很僵硬，但是信元空的每一拳都被大老外给拍掉了。大老外使出了王八拳，大老外一个前手拳把信元空打了个趔趄。信元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很可惜，连大老外的毛都没有碰到。看到这里的兄弟们应该是猜到了一个8、9不离10了。看到这个长势憨憨的大老外可不是一般的炮。大老外前勾拳爆杆，信元空痛苦不已。但是信元空是不服啊，还是要干。信元空扫腿，被大老外接腿摔倒。大老外再来一记爆杆拳。信元空说：“你的拳为什么这么重？”后面的朝仓海都笑弯了腰。再来个爆杆，信元空直接被打跪。信元空被打跪，朝仓海是笑跪了。信元空就是不信邪，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素人？看他动作确实没练过呀。又一个击腹拳，再次把信元空击倒。时间还剩下1分半钟，信元空看起来有点力不从心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大老外啊是诚心跟信元空的这个肚子过不去啊，连续的左右击腹，继续打他肚子。大老外一直打肚子啊，最后朝仓海都看不下去了啊，过来制止。那么最终这场比赛，信元空是被 TKO， 信元空宛如一个死狗一样躺在地下。朝仓海摆摆手啊，宣告比赛结束。朝仓海问这个信元空：“你怎么连一个素人都打不过？”信元空说：“这家伙太强了。”那这个时候，朝仓海终于说出了实话。原来大老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萨哈里，是 K1 的冠军啊！今天的所有比赛，包括在路边啊寻找人打架，都是剧本。朝仓海和萨塔里是提前沟通好的。那说起萨塔里，我们来看看他在 K1 的精彩瞬间。
是赵沧海和萨塔里提前在这个街边啊约定好，然后等待着新员工到来，最终是成功的整蛊到了新员工。新员工说啊，我都已经防住了这个肚子，但是还是被这个拳给打进来。后面的这个穿着黄色背心的小老外啊，是大老外这个萨塔里的陪练。这个陪练啊，我估计新员工都打不过。看格斗来小北格斗，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别忘了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不要以为只有男人可以摔女人，只要技巧掌握好，女孩子也可以轻松制服男人。今天的格斗故事就是你们喜欢看的越南男女混合摔跤。老规矩，先给大家来一段插秧舞助助兴，祝兄弟们在兔年财源滚滚，万事顺心。这个女孩子叫翠花，是实力拔升的摔跤能手。这个跳着魔性舞蹈的叫铁柱。铁柱今天是代表着自己村里的男性同胞，想给这个前任摔跤冠军翠花好好的上一课。好，现在舞蹈也跳完了，我们正式进入比赛。没有关注的点上关注，精彩的对抗在视频的后半段。规则很简单，谁被摔到双肩着地就输了，或者是摔完以后时间到了，谁的优势更大谁赢。大家从这个周围的观众的穿着也可以看出啊，基本上和我们的80、90年代的人穿的差不多。虽然说他们那边很贫穷啊，但是精神很富足。翠花屡次用手去拨弄铁柱的头，其主要的目的是分散对手的注意力，抬高重心，为自己的下潜做准备。翠花非常的稳健，铁柱是略显慌乱。铁柱下潜想抱翠花的小腿，但是没有成功。翠花的动作非常的快，前面的大多时间都在试探，接下来交锋开始了。铁柱突然把右腿迈开，其目的是想背摔翠花，但是反而被翠花拿背，差点让自己直接输掉比赛。好，比赛继续，双方来到场地中央。铁柱右手按住翠花的头，Vâng, và ban tổ chức chúng tôi cũng xin thông báo ngày hôm nay nhận được lời mời của ban tổ chức hội đồng liên Mậu Ngọ 19。翠花想下潜抱摔，大家从翠花的动作也可以看出啊，她绝对是个老手。hội đồng liên 1978 Mậu Ngọ， xin mời tất cả các trưởng đoàn các huấn luyện viên。双方再次正面交锋，翠花和铁柱啊都是压低重心。大家千万不要眨眼，等一下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高手在民间。大家仔细看啊，翠花用右手拉住了铁柱的一个胳膊，突然发力，顺势拿背，然后接下来就是转换把位，用自己的右脚勾住铁柱的一个腿。翠花的每个动作都是有目的性的。翠花想把铁柱往后拉倒，那铁柱就想把重心往前倾。翠花是将计就计，直接腾空拉起铁柱的2个腿，让铁柱是双肩着地输掉比赛。那最终只能说是姜还是老的辣，翠花赢下比赛拿到了奖金。兄弟们，你们觉得你们能不能摔赢翠花？别忘了点赞关注，下期见。日本混混打架综艺 Breaking Down 第7季来了，本季度加入了女混混的元素。女混混的出现让这个综艺在全球范围迅速爆红，没有关注的点上关注，我们一集一集往后跟。赛前选拔，女混混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大打出手。前面几期我已经给大家更新了4场女混混的比赛，第7季的决赛在2月19号。那对于这些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女混混，我们就等到决赛那一天，看看他们走上擂台到底有没有实力。相比于女混混打架，我更加期待安保刘辉野的参战。职业选手安保刘辉野是前 K1 的第4代冠军，安保的加入让招操未来也是非常的吃惊。赛前选拔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安保会和四田打一架。之前我们也讲过，四田和安保有一些小过节。四田是日本橄榄球运动员，体重达到了120公斤，他曾经和安保打过一架，当时戴的是大拳套，所以四田并没有把安保放在眼里。这一次四田来参加 Breaking Down， 安保就要过来打他。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插曲。安保在本季度的对手将会在这个视频的结尾给大家公布。
赛前选拔面试以后啊，这个四田找到了安保刘辉野。他今天来的目的啊，一个是道歉啊，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带小拳套和安保打一下试试看。那既然你已经上门主动求和，安保刘辉野这边也就爽快答应了。大家可以从视频上面的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啊，四田的块头比安保是大了一大圈，因为他俩之前在大拳道是打过一次了。如果想看的兄弟可以翻看第7季的第4集。今天带的是分支拳套啊，这样的杀伤力会更大。那么好，接下来四田对阵安保刘辉野。刚开始是先打一下反应啊，然后这个四田要求是打轻一点。安保的拳速腿速更快，四田是坦克式的打法。四田的目的很简单啊，就是中10招打1招。四田也算是一个格斗网红啊，经常打实战，他也非常聪明，直接就开始了近身搂抱。安保连续扫踢四田的小腿，安保刘辉野的这个连招太快啊，四田有点招架不住。四田是打着打着就笑场，四田说他的速度太快，我根本就反应不过来，然后说我这个打轻了不行啊，我不敢发力，我怕把你打伤。安保说我和他近身缠斗根本就抱不动他。两人决定啊，把这个力度啊慢慢的加大，一直打到最后一局啊，然后是完全放开，看看到底会怎么样。大家别着急啊，第一个1分钟已经打完，等一下我们看看第二个1分钟。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虽然说还是没有放开，但是比之前要重一点啊。安保控制距离啊有3个方法，一个是扫踢，一个是顶膝，还有个是前直拳。安保使出了漂亮的转身后蹬。安保总是在四田出拳的瞬间先打中对方。四田被打火了啊，把安保给摔出去。四田现在是挨拳也要往前压。哇哦，非常漂亮的换拳。凭借着长期的训练，安保刘辉野总会利用自己的肌肉记忆条件反射，躲掉对手重拳的同时还可以击中对手。那这也是我认为职业选手最厉害的地方。时间还没到，四田应该已经累了，居然想让对方停下，那肯定是不可能的。终于四田顶到了第2回合结束。要知道这个1回合才1分钟啊，对于安保来说才是刚刚热身。那么好，第3回合就是大决战啊，两人可以放开打。好，到了这一回合，我们开启原声模式啊，看看这个原声击打其实也蛮好听的。四田的重拳啊打不中。这个爆肝拳啊，一般人顶不住啊。四田这个肚子这么大，肯定是没事。四田由于体能的原因，现在速度也是越来越慢。哇哦，打得真帅啊！安保这个躲闪加反击，四田有个前摆拳抡中，中了一拳以后啊，安保刘辉也更加火了。安保一发力啊，这个拳打到四田之后他也受不了，四田啊200多斤没打退啊，我操！职业选手的报价非常严密，四田的拳虽然很重，但是落点不够精准，说白了就是打不中。后面这几拳是把四田给结结实实的打退，虽然说没有把四田给 KO， 但是确实给四田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好，3回合终于打完啊！四田这一次是真的是被打的是心服口服。四田说最后一波差点把我带走，安保说这个前手拳把我打得太痛。那这一波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两个人是终于握手言和。四田和安保的恩怨啊也就告一段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安保刘辉野在 Breaking 到第7届的对手，他的对手是一个格斗老炮，
当年的 K1 GP 殿堂级种子选手恶童希利尔·阿比迪，职业战绩是37战25胜，其中17次 KO 对手。身高190，体重106公斤啊，妥妥的重量级选手。那对于这场比赛，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他俩打的应该是每回合1分钟啊，打3回合。对于这个恶童阿比迪，应该很多格斗老炮都认识他，招商未来和安保刘会员还是非常敬重他的。那么2月19号，我们就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看格斗来小北格斗，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我是你们的小北哥。别忘了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